或者谁家烧柴火呢？嘿，我是静香，你们最近还好吗？这周温哥华的天儿被美国的山火吹得阴沉沉的，让人的心情都闷闷的。开个窗就闻到一股柴火味儿，这样温哥华的污染程度变为了世界的前列。前天我去趟超市，终于带上了 N95了。N95贵呀，平时舍不得带，这次是既防雾霾又防疫情才拿出来的。希望这烟雾尽快消散吧。所以呢，这期视频我们说一说轻松的话题，加拿大的10个冷知识。什么是冷知识？冷笑话你们知道吧？一个意思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我的频道会让你轻松掌握北美最实用的移民生活资讯。这一期观看5分钟，乐呵一整天。加拿大是一个可爱的国度，也有许多鲜为人知跟国内不一样的奇怪的小现象。小镇名字很奇葩，魔性大笑，哈哈哈。加拿大拥有全球唯一一个在名字里有2个感叹号的小镇 Saint Louis do 哈哈，翻译过来就是圣路易斯哈哈。不明真相的人当听到你把这个城市的名字念出来的时候，估计还以为你是神经病呢。说就说吧，干嘛还带着魔性的哈哈大笑声？根据当地传说，这个名字来自一名探险家。当时他们爬过一座山后，发现附近有一个湖，于是喊道：“There's a lake”， 因此得名。各类游行开眼界，多元文化处处在。当你在温哥华市中心看到近1000只血淋淋、烂面、断手、破肚的僵尸、丧尸、猛鬼，别认为自己中了邪了，这便是温哥华特有的僵尸大游行，沿路吸引民众及游客驻足观看。胆小勿入哦！我曾亲自观看过一次僵尸大游行，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女生扮演长发贞子，一步步的面无表情地向我走来。我在温哥华还见到过同性恋自豪大游行，在骄傲与快乐的口号中，不仅仅是同性恋者的盛世，而且是双性恋及跨性恋社群以及主流社群都会走到一起。同性恋大游行是温哥华历史最为悠久的游行之一，充分展现了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的风采。空姐不再是姐姐，她有可能是奶奶。许多新移民，尤其是男性朋友，在国内乘坐过各大航空的飞机，发现无论是哪个航空公司的空姐都是气质上佳，即便不是美的倾国倾城，至少气质温婉，服务周到，让旅途变得更加温馨。于是他们会憧憬加拿大的空姐们会不会是更加貌美如花，都是金发碧眼的女郎呢？然而很快他们就失望了，加拿大的空乘人员似乎都不能被叫做空姐，他们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你的阿姨甚至奶奶。不过千万不要以貌取人，尤其是在加拿大，长得美和不美在这个国家是不会被区别对待的。只从空中服务的态度来说，加拿大的空姐比起国内的空姐丝毫不逊色。这里做个小科普，许多人也曾询问过，为何西方空姐以大妈甚至奶奶为主呢？有这么几个主要的观点。因为西方国家有一套严格的劳动法，如果因为长得不漂亮而不录用甚至解雇，那么航空公司会因为涉嫌歧视而被起诉。此外，西方人眼中的飞机就是一个单纯的交通工具，而不是一个选美场地。一个上了年龄的空服人员更加懂得如何去照顾人，而不是找一个貌美如花但却缺乏服务意识的花架子。穿衣打扮很土气，哪有西装加领带？喜爱时尚的朋友对西方的第一印象也是在时尚层面，比如贵族范儿的英伦着装，妖娆迷人的米兰风情，或是浪漫高雅的法兰西衣裙。所以他们会畅想，作为英联邦国家，大家有法兰西文明的加拿大是否融合了英法特色，在穿衣打扮方面独具一格呢？当来到加拿大后，他们的心就凉了半截儿。这里和美国的穿衣风格一模一样，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套头衫，外加运动裤和宽松的牛仔裤。至于女士，经常穿着 legging， 就是中文所说的打底裤。天啊，说好的英伦贵族风呢？别说西装革履了，带着黑色长伞的绅士了，你在加拿大街头几乎连穿着衬衫西裤的男人都很难找到。在这里的人眼中，穿衣就是要随性舒适，至于外在帅不帅，谁在乎呢？办公场所无尊卑，
领导姓名可直呼。身处孔孟之乡的我们，非常注重长幼尊卑之分，小到家庭，大到社会，容不得半点出错。很简单的道理，如果你是一个大学生，在见到老师或者教授的时候，一定是要喊某某老师或者是某某教授。至于书面信，那更得注意，往往是尊敬的某某教授您好作为开篇。到了职场上，那更需要留意李经理、王总、张主任，职位可要记对了，稍有不慎，你的印象分就会被扣光。不仅要懂礼貌，必要时候还得点头哈腰。没办法，人在屋檐下。但是加拿大呢很奇怪，这里的人头脑简单，根本不分什么尊卑，哪怕你是一个实习生，也可以对领导指名道姓，更别说学生对老师了。比如教授叫艾米，那你就直呼艾米就行了。其实这种怪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。大家虽然职位不同，但我们都是普通人。既然我们都有名字，那直呼其名不就行了吗？加那么多名号干嘛呢？6. 吸烟法规甚严格，但是可以吸大麻。加拿大实施了世界上最为严厉的禁烟法令。根据联邦政府和各地区及各省的规定，室内公共场合和工作场所是禁止吸烟的。例如在电梯、银行、商店、学校、公园、酒店及多数公共场所吸烟皆属违法。吸烟要离建筑物3米外，并且确认是在吸烟区方可。但是2018年10月17日起，休闲类大麻在加拿大正式获法律认可，只要是持联邦政府颁发许可证的厂家生产的，就可以合法出售和购买。加拿大休闲类大麻合法化背后有若干原因和驱动力，其中之一就是加拿大是世界上大麻使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，尤其是在青年群体中。仅2017年一年，加拿大人花在医疗和休闲类大麻消费上的钱估计达到了57亿加币，使用者人均花费1200加币。吸烟严格其实就是为了照顾别人，你自己想怎么做都可以，但是不能危害他人的健康。至于大麻合法化，那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。好处就是有助于推动大麻使用的益处和害处两方面研究和投资，比如大麻在精神疾病、神经系统发育、驾驶和镇痛等方面有什么影响和利弊。但是今后几年很可能会出现大量涉及大麻的司法诉讼。7. 入乡随俗喝冰水，无论春夏和秋冬。中国人喜欢喝热水，走哪儿都会拿个保温杯。在加拿大，如果你在餐厅跟服务人员要一杯水，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季，他们也只会给你一杯冰水，并且里边真的是有冰块的那种。因为在当地的生活习惯中，他们根本没有喝热水的概念。这点上，我们还真是要承认，还是国人会养生啊。8. 下班回家不洗澡，偏要早起扮精神。在加拿大，很多本地人都是在早上洗澡的，洗完澡精精神神直接去上班或者外出，晚上则不用洗澡，脱了衣服可以躺在床上直接睡觉。其实这就是两地之间的文化差异。中国人喜欢洗干净了上床睡觉，睡觉很舒服，而老外呢，往往都会晚上直接睡觉，不用洗漱，这样很方便。9. 婚姻有爱在其中，性别不再是个事儿。2005年7月20日，加拿大国会通过性别中立的民事婚姻法案，自此加拿大从联邦层面将同性婚姻合法化，这使得加拿大成为全球第4个在全国范围内给予同性伴侣注册结婚的国家。如此一来，同性恋人在加拿大不会遭受异样的眼光，不会遭到排斥与歧视。不爱结婚只求同居的，加拿大搞了个 common law； 不爱异性只求真爱的，加拿大又通过了同性婚姻。不得不说，加拿大一直是一个包容度很大的国家，对各种价值观给予最大限度的接纳。10. 求职无需怕貌丑，身高也不再是坎儿。在国内招聘广告上，时常可以见到北京户口优先、上海户口优先，年龄35岁以下，身高女165以上，男175以上等要求。这要是到了加拿大，这个公司可能就要被告上法庭了。活脱脱2个字：歧视。在加拿大投简历，你不用贴照片，不用写年龄，甚至性别都不用写，因为如果公司要求你提供这些个人信息的资料，会算作歧视。加拿大的招聘广告上基本都只会写上相关经验和学历的要求，但是HR 可精着呢，他们完全可以从领英这些职业社交软件上查到你更详细的信息，比如你的职业档案，大部分都会放上一些职业照吧。如果你并不特别了解加拿大，看了这期视频会不会对加拿大大有改观呢？加拿大就是这样一个值得你去探索、去体验的国家。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给我点个赞、订阅我并打开通知小铃铛吧。我是静香，
愿与你探讨北美华人生活和文化。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们下周六见啦！